这张图表呢，记录了一个人大概6个小时的心率变化。那我们看着这张脉搏率呢起伏那么大的心率变化图，那你能够猜得出来这个人正在做什么吗？他是在看恐怖片呢，还是激烈运动，或者呢，甚至是在一场重要的考试当中呢？给你们3秒的时间思考一下，我再来公布答案。3、2、1，那答案是睡觉。你好，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，我是刘恩德医师。那我们呢都知道，睡眠是一个人休息、恢复身体机能的过程。那照理说呢，在睡眠期间，我们的心跳应该是比较平缓的，血压也会因为睡眠时身体器官的代谢降低，那我们的交感神经活动就减弱，大概会平均下降15%左右。不过在上面的这个案例情况却是完全相反的。那这个人呢，在睡眠期间的交感神经活动呢不降反升，那他的血压也会变高。那这种异常状况的帮凶，其实就是我们的疾病之母——睡眠呼吸中止症。根据2017到2020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的调查结果呢，发现呢，18岁以上国人的高血压盛行率会高达26.8%。那这样估计下来台湾大概有将近529万人是被诊断出高血压的。那整体来讲呢，罹患高血压的人数实际上是在逐年增加，而且还有年轻化的趋势。所以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啦。而在另外一个研究呢，就显示有高达40%的高血压患者，同时也受到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困扰。那在顽固型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呢，这个比例甚至可以达到90%。反过来说呢，则大约有35%到80%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可能存在有不同程度的高血压。所以呢，以上这些数据都强烈印证了一件事情：睡眠呼吸中止症与高血压之间的关联。但是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？那事实上睡眠呼吸中止症会引起夜间血压跟心率都发生波动，那实际上是与交感神经活动的增加有关。交感神经的作用是控制战斗或逃跑 （fight or flight） 这样的一个反应。那当我们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呢，就会产生像是心跳加速啦、血压升高，或者是瞳孔放大，以及新陈代谢加快等等的反应，去应对压力或者是突发事件。而交感神经系统呢的过度兴奋，就会导致血压的长期升高。睡眠呼吸中止症导致交感神经兴奋，除了是因为缺氧本身会提高交感神经兴奋之外，在上呼吸道阻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，身体就会更加努力的吸气。这种需要额外过度吸气的情况，就会导致我们胸腔的负压增加，让心脏呢要运输血液会更加困难。这个时候呢，就会引发更强烈的交感神经活性。那这样一来呢，不但会恶化我们的高血压，那也会进一步呢再加重心脏的负担。那长期下来呢，就更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肌肥大，那最后持续的负荷增加，还可能导致心脏衰竭。所以呢，长期的睡眠不足，再加上夜晚反复的多次缺氧，就会让病患经常处于交感神经兴奋的状态。不但呢会表现出典型的睡眠障碍症状，例如白天嗜睡，甚至还可能会让刚起床时候的血压偏高。那所以回到呢最一开始的案例，如果我们把它在夜间睡眠的时候的血氧监测也拿来比对，就可以发现它整晚都出现非常频繁的血氧低下现象。也就是说，睡眠呼吸中止症除了会提高交感神经活性，造成心跳加速、血压上升的问题，还同时会引发血氧下降。那有一位呢60岁的男性病患，10多年来他持续在服用高血压的药物，不过呢他血压的问题就一直都控制得不是很好。最近呢他在2种降血压药物仍然是疗效不佳的情况下，就从心脏科转诊过来我的睡眠专科门诊。那他不检查还好，一查之下才发现原来是非常严重的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。他每个小时的呼吸暂停的次数居然会高达42次那血氧呢最低是掉到79%。但是呢，因为他长期的睡眠品质不佳，导致缺乏睡眠，一躺上床呢几乎都是能够秒睡的，所以他认为呢他没有什么睡眠的问题。
那又加上呢这种交感神经兴奋的情况，让他即使在白天工作期间，也从来不会觉得有疲惫啦、嗜睡的现象，所以呢他就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睡眠出了问题，只是呢血压就一直都很高啊。而在被诊断出睡眠呼吸中止症之后，他就开始在睡眠期间佩戴连续性氧压呼吸器，积极的接受治疗。结果呢，他在白天居然开始出现有轻微晕眩啊、手脚无力的现象了。那我们仔细去追查才发现，原来他的血压在治疗睡眠呼吸中止症之后，已经得到非常明显的改善，甚至有点过低了哦。那原本呢，他的血压其实动不动就会超过140的收缩压，还有呢也超过90的舒张压，居然会降到100/70以下，所以自然的就出现头晕无力的症状了。也就是说，他的血压在治疗睡眠呼吸的问题之后，也跟着显著改善，甚至还会过低哦，应该要停药了。那这也提醒我们哦，高血压的病患在发现并且开始治疗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同时呢，更应该要密切测量自己的血压变化，不然呢，就会很容易忽略掉药物过量、矫枉过正的情况哦。那有一篇去年最新的研究结论，就列出了几个重要的观点，其实是很值得重视的。第一，高达80%到90%控制不良的高血压病患会合并患有睡眠呼吸中止症。第二，在这些病患当中呢，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问题如果越严重，那我们治疗呼吸的问题之后，高血压的改善幅度也就会越明显。那第三呢，这些血压偏高的现象，主要呢都是由于长期睡眠不足，再加上呢它夜晚间歇性的缺氧。那这样的结果呢，就会让病患经常是处在交感神经兴奋的状态，所以呢，他不见得会表现出典型的这些睡眠障碍的症状，例如像白天嗜睡啦、疲劳啦、精神不济等等。因此，病患就很容易会忽略掉自己呢有睡眠的问题。我们也可以这么说，高血压治疗不好，医学上称为顽固型高血压的病人，交感神经呢长期处在兴奋的状态，本身就会让病患保持比较高的警觉度，那就不容易出现白天嗜睡的现象。那看起来呢，也就能够有相对正常的工作表现。另外呢，血压偏高本身也不会有什么明显的症状，所以呢，这样的病患，除非他直接去做睡眠方面的检查，或者呢，他的睡眠呼吸得到改善之后，才会很惊讶的发现，原来这种很难治疗的高血压是可以改善的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我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您或者是您的亲友是高血压的病患，那只要血压控制的不太理想，一定呢要尽早积极评估睡眠呼吸中止的可能性。那一旦确诊，就要赶紧治疗改善。那除了呢能够预防高血压带来的许多心血管疾病，像是中风啦、心脏病等等的问题外呢，说不定在睡眠呼吸的问题改善之后，下一个不用再吃降压药的就是您了。